Hello， 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哲远。很坎坷，历经很多磨难，然后长这么大不容易。他是一个虽然看着好像挺凶的，挺雷厉风行的，但是他其实还是保持着他的善良的底色。因为他的这个底色，所以会有一些软肋受到大臣们什么的制衡，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突破、去创新，然后去反抗，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大年。觉得孤独感就是可能在那个位置，你就是每天都会面临着很多的抉择，然后就像我自己，我在刚开始拍这个戏之前，我也是不了解这个一个帝王的。来之前我会觉得说哇好爽，演一个皇帝，想干嘛都可以。开始拍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他身为一个帝王，他有着太多他无能为力和很多要去权衡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呢是其实挺难有人能够理解到他的。他的这个孤独可能就是看似很有权利，但其实他真实最内心的那一面是不能给人看见，很少会给人看见。孟庭荟其实要完成的这一个计划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女子恩科嘛。这个是英寡想要通过这个一个创新的一个手段，然后来收纳有用的人才，然后来反抗。因为现在全都是左相的那些门生啊，什么遍布六部，所以呢，就他只能启用这个什么之前一直不被大家认可提倡的这个女子恩科的方式来广纳良贤。那孟庭荟就是在这之中就是受到了英寡的关注，他发现这个女孩不一样，她雷厉风行，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处事方式，并且不畏惧这些权势，而且在他眼里，他看到了年轻人的那种光，那跟他一样的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热情，就是感觉像是找到了同类的感觉，所以他们俩在可能很多事儿上面都会有着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他也能感受到孟庭荟理解到他一些英寡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的。他可能踏踏实实的去当一个，就是去给人家打工吧，就不用操这份心了。毕竟他的能力还是有的。杀手跟刀剑嘛，他是剑，我是执，剑之所向，只会由执剑之人决定。很好啊，因为之前就知道吴老师就是在这个复仇的赛道上面一骑绝尘，然后包括我们在拍，然后包括我看就是他出场戏，咱们这个戏的出场戏，他的第一场戏，一个在学院里的戏，看爽，因为我之前也不看这种爽剧，那个他的那个狠劲儿啊，包括导演拍的这个节奏啊什么的，看完之后让我很兴奋，也给他们发信息说哇，这场戏拍的太好了，都挺搞笑的，各有各搞笑的时候吧。昨天我们杀青，大家一起在那放烟花，我就觉得挺燃的，其实感受挺不一样的，就觉得真的值得放烟花的时刻，就是大家真的都挺不容易的，就是为了所谓的梦想吧。因为我们这个戏里面有好多那些在棚里的那些场景，然后就有很多灰，然后就感觉每次真的是拍一天回到家洗澡的时候，鼻子里全是黑的，要么就是在那些沙漠棚出来，鼻子里全是白的。我们这个戏它场景很多，然后它其实有一点公路片那种感觉，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我每次坐在那个龙椅上看所有人都拜我，然后我无论去到哪儿，所有人都上啥爽。狄念、沈之书他们、黄渤他们天天就是下了戏之后，天天在那里演皇上，跟那说什么朕怎么样。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人人都想要演我。这个东西英寡和孟庭荟都有，但是英寡用的会比较少。
遇刺金牌之类的。对啊，因为我要给别人嘛，就是我会给别人，哎，这个是给你的遇刺金牌，但我不会用，是吧？因为英寡太耀眼了，因为没人跟他玩，这个有点无聊。30根，白兔，真的假的？哦，白兔。哇哦，哇哦，哇哦，哦，哇哦，哇哦，哇哦。惭愧吧，毕竟大宁之前跟中宛发生的战争，然后他们两个之间的摩擦，还是虽然跟英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的父辈什么的，在那时候可能还是对他们造成了一点伤害。直到之后有点纠结吧，他在纠结要不要把这个事儿告诉孟庭辉，这一点也是我在看剧本，包括之前在围读的时候一直在想的一个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告诉他。他可能会有一点小吃醋吧，觉得感觉不到有太大的什么危机感或者什么，他还挺自信的。我觉得相信孟庭辉，然后也相信自己吧。那我再问一题，面对朝臣对孟庭辉的一个多次弹劾，英寡他有没有做法有哪些要求？说出3个英寡。我们这个戏里面，英寡的做法就是没有触及到他的底线的时候，英寡其实他没有那么就是跟他们去较真，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这些事儿。这些朝臣从小到大在他耳边说的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无稽之谈，所以也没有必要太较真。但最难受的点是在于，他们可能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可能会对孟庭辉造成一点影响。孟庭辉吧，他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或者说去解决这些事儿，就包括有一些戏，那个什么，他们说要罚他，我说不可能。然后这个时候，孟庭辉他自己就站出来说，我愿意受罚，我的问题的话，我可以受罚，但这个案子我还是必须要查。英寡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确实这个是孟庭辉他希望的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吧。那既然我选择了相信他，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嘛，但其实对于英寡他都没有把这些太当回事儿。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玉庭瑶，然后这里面有热血，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每个角色都有自己很动人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很高燃的群像，带给你们一些好的观影体验。